大家可以想象吗？有一种情况是劳工可以边上班边找工作，而且竟然还有薪水可以领，这就是我们在影片标题上所写到的谋职假了。如果劳工被雇主资遣时，依法来说要按照劳工的年资提前预告，在这段时间内便可以向雇主请谋职假来找到下一份工作。不过具体来说，究竟可以向雇主请求几天的谋职假？请假时是否需要提供证明？又有哪些应该要特别注意的规定呢？这支影片整理了有关谋职假的相关解释令，希望能对有需要的劳资双方们有所帮助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ean，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。谋职假从字面上听起来呢，好像是只要有找工作的需求就可以向雇主提出，但实际上还是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才可以的，也就是劳工被逼着不得不找新工作的情况，法律才会课予雇主要另外提供谋职假给劳工的义务。这支影片呢，我将会先简单解释谋职假的相关依据、可以请的天数以及一些常见的问题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依照劳基法第16条的规定，雇主依法资遣劳工的时候呢，应该要提前预告劳工正式的离职日，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劳动契约终止日，或是在职的最后一日。预告期间的长短则会依照劳工的年资而有所不同，主要是让员工在接到资遣预告的这段期间内，可以在仍然有经济支撑的情况之下找到下一份工作。从劳基法的规定可以看得出来，预告期间最短为10天。这个时候有些劳工就会好奇啦，假如工作年资未满3个月的话，雇主是否就不需要提前预告了呢？其实依照劳动部的解释，对于工作未满3个月的劳工，目前法令确实没有明文规定预告期间，因此是否要提前预告，可以由劳资双方自行协商。但是约定的内容呢，应该要具有合理性，而且不能跟法令有所抵触。另外也补充一下，依照劳动部109年的解释令，预告期间的计算是从雇主通知劳工之次日起算，也就是说，预告通知的当日是不计入的，接着再依例计算到劳动契约终止之日，所以预告期间呢是有包含休息日、例假或者国定假日的。举例来说，假设雇主依法需要提前10天预告某个劳工将被资遣，并且在9月1号的时候正式向劳工提出预告，那么预告期间呢就会从隔天，也就是9月2日开始起算，最后雇主就可以在9月11日的时候终止契约以及办理劳健保的退保了。接着就是谋职假的法源依据了。依照劳基法第16条第2项及第3项规定，劳工在接到资遣预告之后呢，如果是为了找其他工作的话，可以请假外出，每个礼拜最多可以请2天的谋职假。总之啊，为了能让劳工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履历、面试，立法者在法令中便设计了这样子谋职假的制度，规定雇主可以让劳工请假找工作，而且请假期间薪资应该要照常发给。由于这是法定的权益啊，所以雇主呢就不能拒绝劳工因此而提出的请求了。我们在先前分享劳健保高薪低报争议的影片之中，曾有提过，依照劳基法第14条规定，当劳工发现雇主有各项恶意行为，或是违反法令并且侵害个别劳工权益的情形的时候，就可以依法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，并且也可以向雇主请求给付资遣费以及开立非自愿离职证明书。我在影片开头有提过，谋职假是劳工被逼着不得不找新工作的情况才可以请求。那么若是这种因为雇主违法而由劳工主动终止劳动契约的情形，是否也可以主张有谋职假的权利呢？过去就曾经有劳工因为雇主常态性迟发薪资，因此愤而离职之后啊，主张劳工在这种情况之下终止劳动契约时，如果又不能请求预告期间的工资，对劳工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。所以他就认为啊，就算是依照劳基法第14条规定离职，也应该要可以类推适用劳基法第16条的规定，因此请求雇主还是要给付给他预告期间工资。不过在这起案例之中啊，法院除了先简单解释了类推适用的原则之外，也有具体提到预告期间在法令上设计的目的以及意义。在判决中更强调，主动终止契约的当事人既然可以自由决定什么时候要终止契约，自然就没有请求预告期间的权利了。就逻辑上来说啊，谋职假是为了避免劳工接到资遣预告的时候措手不及，而给予缓冲的权利来去找到新的工作。但如果是由劳工主动对雇主终止契约，理论上应该比较可以事前预估怎么样找到下一份新工作，所以法院才会认为这种情况并不能要求雇主要给予谋职假，或是请求发给预告工资。从前面提到的法令规定来看，
谋职假的请假时数限制是每星期不得超过2日。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解读这句话比较正确呢？依照劳动部95年所做出的解释，所谓每星期不得超过2日的工作时间，是指每7天中，劳工可以请假2天外出找工作，而且就算预告期间剩余的天数不到1星期，但是因为仍然在另一个7日的周期之内，所以其实还是可以请谋职假，除非零碎的预告天数只剩下1天，那劳工也只能请1天了。也就是说啊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法令所提到的星期，其实是指从接到预告后开始起算7天。例如12月1号接到之前预告，并且会在12月11号终止契约，那么就可以在2号到8号之间的工作日请2天谋职假，然后在9号到11号的工作日再请2天，以此类推。因此，如果预告期间是10天的话，理论上呢，最多应该可以请到4天的谋职假了。相信有些人被资遣的时候啊，并不想要让前雇主知道自己正在找什么样的新工作，或者是实际上很难取得谋职的证明，这其实是实务上存在已久的争议了。但过去啊，并没有针对该如何请谋职假有明确的法令规定，导致劳资双方很难有依据可循。因此呢，劳动部在2025年的8月有做出了新的解释，特别提到谋职假是保障员工权利的规定，雇主除了不能拒绝给假之外，也不能要求员工提供求职相关的证明文件。有些人可能会想啊，这则解释令有这么重要吗？实务上真的会有雇主要求劳工提供求职的证明吗？其实由于谋职假过去并没有详细的规范，所以有些人呢会援引劳工请假规则的请假程序规定，认为雇主可以要求劳工请假时要减负相关的证明文件。然而啊，劳动部在上述的解释令中有明确的说明，现在的求职管道非常的多元，甚至劳工也不见得离职之后会找到典型的工作形态，例如为了外送平台工作啊，自己接案或甚至创业等等。就算不完全是一般的受雇形态，但其实也算是广义的另谋工作吧。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要劳工具体举出谋职证明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总而言之啊，解释令最后有明确的提到，雇主不能拒绝让劳工请谋职假，也不可以要求提供谋职的证明。对劳工来说呢，也就可以更放心的主张谋职假的权利了。假如雇主没有提前预告的话，对劳工来说又可以如何主张相关权利呢？其实劳基法第16条第3项就已经明定，雇主没有依照规定的期间预告就直接终止劳工的劳动契约的话，就应该要给付预告期间的工资。因此事实上啊，没有事前预告是不见得会违法的，资方只要有依照预告不足的天数额外发给劳工预告工资就可以了。或者是可以干脆想象成劳工整段预告期间都变成了有薪的谋职假，在这段找工作的期间内仍然可以得到经济上的支撑。当然啦，对于资方来说还是要特别注意是否有依法办理资遣通报，否则就算劳基法的部分没有违法，可是没有依法通报的话，还是会违反就业服务法的规定哦。另外一种实务上常见的情境，则是劳工因故没有在预告期间内提出谋职假的请求，那么可以在契约终止之后呢，要求雇主再额外折算谋职假期间的薪资嘛。这点我们其实可以参考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官方网站中的问答，其中有提到啊，劳工如果没有请谋职假，那就应该要正常出勤，而雇主呢就依照实际出勤的状况正常给薪就可以，但是不会产生加给薪资的问题。也就是说啊，谋职假跟一般的国定假日、休息日的情况是不同的，并不会存在请了谋职假但是又加班的情况。所以劳工如果没有及时向雇主请求谋职假的话，基本上就视同放弃自己的权利了。总而言之啊，谋职假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劳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，在还有经济支持的情况之下，顺利找到下一份工作，尽量缩短失业的期间。所以对于劳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权利，雇主呢应该要依法给假，甚至要尽量多给予协助才对。而劳工呢也不要忽视了自己的法定权益咯。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也欢迎帮我们多多分享咯。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